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李启。今天我要给你介绍鲜虾玉米饼的做法。这是一道非常适合做给宝宝的辅食，而且做法简单。主要材料就是虾跟玉米。也许很多宝妈不知道，玉米是非常适合宝宝的食物，里面含有丰富的谷氨酸、不饱和脂肪酸，还有维生素。那虾就更不用说了，含有丰富的氮磷铁，而且有非常优质的蛋白。首先我们就要处理虾仁儿，把虾仁儿的这个皮儿和虾线都要去干净。那通常为了懒省事儿我经常会买一些已经处理好的虾，你看中间是没有虾线的。然后我们把虾剁成虾泥。在这儿你需要注意的是，如果你的宝宝月龄尚小，那你就尽可能的要把虾泥剁得碎一些。通常来说，如果需要做的虾泥量比较少，我们则直接用菜刀剁就可以了。如果用搅拌机，通常它很难搅拌均匀，因为量太少了嘛。这个时候我们加一些葱姜水进行腌制。如果你想给宝宝做一个偏甜口的这个玉米虾饼也是可以的，那你就用柠檬汁腌制一下就可以了。我们把它稍微搅拌均匀之后呢，放置在一旁腌制。我们这时候开始处理玉米粒。对于月龄特别小的朋友来说，我们需要把玉米表层的那个膜也给撕掉。之前的视频我有讲过。那对于我这样宝宝已经快2岁的来说，就不需要做的这么精细了。我们只需要把玉米稍加剁碎。基本上玉米跟虾的量是1比1。虾仁跟玉米都处理好了之后，我们倒入2个完整的鸡蛋。在这儿，如果你想做出来的玉米鲜虾饼特别金黄的话，你可以只倒蛋黄。但是如果你希望营养更加全面，那你就2颗完整的鸡蛋都是可以的。顺时针稍事搅拌之后，我们加入淀粉，起到一个粘合凝固的作用。我们再大力的顺时针搅拌，一定要搅拌均匀。然后我们加一点点的盐，因为我用的是 light salt， 所以稍微看起来多一点点。然后再一次搅拌。因为是给宝宝做辅食，所以我们不需要添加任何复杂的调料。那如果是大人自己吃，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添加任何调料都可以。这个时候我们准备一个烤盘，然后每一个小坑里刷上一点玉米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小勺，给每一个小格子里面放上一点，大概填满1/2就可以了，薄薄一层，1到1.5厘米高度就可以了。我今天的食材大概可以做10到12个左右，我预留了一部分这个蛋糊，用来平底锅示范一下怎么煎这个鲜虾玉米饼。我们一会儿来看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把烤箱打开，让它预热到100华摄氏度，然后把这个刚才装好的烤盘放进烤箱里。那么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示范平底锅的做法了。平底锅的做法更加简单，我们只要刷上一层层薄薄的玉米油，然后用小勺放一点点糊糊，把它摆成一个圆形，然后做成你想要的大小。小火。在这里面唯一需要注意的技巧就是全程小火。当你看到这个小饼饼下面已经开始呲冒油，看起来边边已经硬了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行翻面了。你看，金黄的小饼。这样的食物颜色让人看起来就非常有食欲。翻面后再煎制不到1分钟，这个饼就做好了。你看，用油煎过的这个玉米鲜虾饼
金灿灿的，看起来非常有食欲。在这儿啊，我还用番茄酱做了个小造型。我们来看看，把这个饼掰开，中间是什么样子的。虾仁儿和玉米碎啊，牢牢的被蛋液包裹在一起，而且整个饼非常的 Q 弹滑嫩。我们再来看烤箱出炉的结果，每一个小饼饼更加的形状规则，出来之后摆盘效果很好。我们掰开来看一看，烤箱做出来的这个小饼啊，表皮更加筋道，而中间则更加的软嫩。这是一个非常适合给宝宝做 finger food 的手指食物，而且可以做宝宝的早餐、午餐，配上一些水果和酸奶，美美的一顿辅食就做好了。好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喜欢这道辅食，不要忘了帮我点赞、留言。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，每周3、周6新的辅食等着你哦。